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5月4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主题有3个：一个5·4运动的光环与真相；第二个，中欧投资协定泡汤了；第三个，美国推动7国集团协调对抗中国。那我现在呢，排第一的应该是先讲5·4运动，但是5·4运动比较长，所以我先把2个发生的新闻先播报一下，完了以后我们再展开对5·4运动的一个探讨，因为今天是5·4运动102周年啊。那先说这个中欧投资协定，欧盟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5月4号对法新社表示，欧盟委员会停止了推动中欧投资协定的批准工作。他说，在当前的形势下，欧盟对中国实行制裁，中国针对包括欧洲议会成员在内的反制裁环境不利于中欧投资协定的批准，这意味着中欧投资协定泡汤了。那么，中国与欧盟在去年12月31号宣布，经过7年的艰苦谈判，双方达成了中欧投资协定。但这个协定还需要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批准。那么，中欧投资协定是中国在外交上的一个胜利啊。这个背景就是中美之间的对抗加剧啊。那么，中国通过这个中欧投资协定拉拢欧盟，降低美国致力于建立对华统一战线的可能性。那么，今年3月23号，欧盟、美国、英国、加拿大同一天宣布制裁中国。那么，欧盟制裁包括这个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目标是侵犯这个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穆斯林的人权的4名这个新疆高级官员。那么，这是欧盟自6·4以来第一次对华进行制裁。那么随后，中国对欧盟议会成员和学者进行了反制，那么制裁欧方10名成员和4个实体。那么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欧洲议会70%的议员声明不会赞成批准中欧投资协定。其实，在中欧投资协定这个问题上，这个中国也是两难。一方面呢，欧盟和美国、英国一起制裁中国，中国要是不做实际的反制措施，那么可能会引发更多的西方国家采取类似的行动。但是如果采取了这个行动激烈，如果这个行动很激烈，那么又对这个中欧投资协定不利，所以中国选择了一个什么呢？选择了一个中间的方案，中性的方案，不制裁官员，他只制裁什么呢？学者还有议员。但是这事实上是更蠢为什么？因为欧洲是一个上下议会的一个这样的决策机制也就是说，中欧投资协定，欧洲理事会签署之后，它还需要通过什么？还是要上院跟下院都要通过。上院就是欧洲议会下院是欧洲议会，上院就是欧洲理事会。那么虽然欧洲执行委员会叫欧洲委员会，欧洲委员会一直在为这个中欧投资协定保驾护航，因为这毕竟是这个欧盟委员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那么但是这个东布罗夫斯基的言论迄今为止最明确的说，欧盟委员会过去4个月，因为这过去4个月急剧恶化的政治气氛，那么尽管德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完成这个协议的核准，但是欧盟委员会已经决定放弃了虽然它在技术上它还在推进，因为它已经签署了嘛，签署欧盟委员会或者叫欧盟执行委员会，
跟中国签署了一个这样的中欧投资协定，然后呢，他先要做什么呢？先要在法律程序上面进行一个技术层面的审核，这个程序还在做啊。但是呢，他要完成这个法律的审核，才能提交通过和批准。所以现在呢，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就是，他是不大可能在政治批准上往前走的啊。所以欧盟的政治架构就是欧盟执行委员会，实际上它是个行政机构啊，行政机关。那么它负责提出政策，然后呢实施已经通过的政策。政策是谁来决策呢？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啊。欧盟理事会就是是决策机构，然后执行机构就是行政机构，就是欧盟执委会。那么欧洲议会是直接选举，欧盟理事会它就是27个成员国他们的部长来成为他理事会的成员啊。那么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它是决策机构，就是它基本上欧盟现在就是里斯本条约通过之后，欧盟的大部分的事务都是通过上议院跟下议院要同时进行这个制定政策，就是说他们的政策必须通过这两个机构审核。那么彭博社认为，总的来说，这个举动表明欧洲对中国的立场更加强硬，而且最大的改变还没有到来。为什么？因为民意调查显示，德国的立场会出现更大的改变，因为德国绿党在9月的选举后会在政府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那么这将改变德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德国政府在欧盟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那么绿党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比现政府，就是默克尔政府更强硬、更严厉。那么在中国的人权议题上，立场更强硬，而且他认为欧盟应该与美国在中国问题上进行紧密的合作。所以绿党要是进入这个政府或者在政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的话，意味着德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将会发生很大的改变。那么上个星期呢，默克尔和这个李克强这个进行了视频通话，双方承诺在疫苗和应对气候变化进行密切合作。但是有点奇怪的是，开场白没有进行现场直播而且没有例行的这种联合记者会。后来德国方面发布的声明显示什么呢？显示默克尔谈到了人权问题，说双方存在意见分歧，特别是香港问题。然后中国外交部发表的声明说，中国和德国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事实。李克强要求德国不要干涉中国内政，消除不必要的干扰，保持健康和稳定的双边关系。你可以看到，德国对华态度已经改变了，这是中欧关系开始走下坡路的主要原因那么各种迹象表明，欧洲正在积极地向美国靠拢。随着这次布林肯在这个欧洲进行7国集团的会议，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正在得到修复美国最终会得到欧盟的支持，在对抗中国的阵营扩大，把美国对抗中国的阵营扩大到欧洲。这里面有2点是肯定的。第一个，中欧之间仍然具有非常密切的经贸联系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双边贸易总额是6860亿美元，超过了美中贸易额，美中贸易额是5720亿。那么另外还有一些欧盟成员国比如说匈牙利跟中国关系仍然非常的密切那么但是你可以看到，欧盟越来越多的成员国开始对中国
的态度不一样啊，其中包括意大利啊，意大利跟中国关系原来非常好，这场疫情意大利就翻脸了。然后比如说荷兰，荷兰是中国的十大贸易伙伴之一啊，荷兰推出一个法律，保护它的高科技公司不被收购，还制定了专门的中国战略。欧盟委员会提出针对中国外国国有企业的交易规则，外国国有企业那只有中国了。然后德国上个星期实施了对外国投资的投资审查啊，那么其中包括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高技术、高科技领域。这两项措施一看就知道是针对中国的，所以欧洲的转变没有让华盛顿失望啊。拜登政府的一位官员说，啊，这是彭博社的报道啊，彭博社报道说，拜登政府的一个官员说，欧洲的思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认同美国对中国的立场。这位官员说，德国也出现了真正的改变啊。欧洲贸易商会的会长 Wick 说，中国低估了德国对人权的关注啊。他说，特别是默克尔离开之后，德国的政策立场会更加坚定。这就是我们刚才讲中欧投资协定，从现在来看是泡汤了啊。另外，美国推动七国集团协调对抗中国。正在进行的这个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在伦敦举行啊。那么这个会议呢，我们昨天的题目是正在进行的一场外交战啊。这场外交战的目标是谁？中国。那么这场这个外长会议呢，正在讨论一个提案，这个提案是美国提出来的。这个提案要建立一个协调机制来对抗中国的经济胁迫。那么这也是彭博社报道。彭博社报道说，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在伦敦举行的为期2天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之前，已经发了一份文件啊。那么这场关于中国的讨论是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主导。美国希望建立一个机制，协调机制，让七国集团和其他主要利益攸关方参与进来，确保对中国的行为做出协调一致的反应，目的是提高七国集团的复原力啊。然后呢，彭博社报道说，这个措施正好碰到什么呢？碰到德国、意大利和法国这3个欧盟国家对华政策趋于强硬，而且开始和美国政府保持一致。所以他们正在讨论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有可能得到通过啊。那么一位外交官还说啊，议程里面还有一个建议，成立一个名为香港之友的小组，分享和这个有关香港的信息和关切。那么彭博社在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之前看到一份声明的草案，这个草案说，欧盟政府将批评中国对香港异议人士的镇压。那么这个草案欧盟将承诺为因为政治信仰而受到压制的香港公民提供便利。如果中国针对支持香港民主的公民或者企业，欧盟将继续采取报复的行动。从目前的情况可以看得很清楚啊。那么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成为一个平台，美国利用这个平台推动联合对抗中国的这个战略啊，这个统一战线，要建立一个统一战线。大家知道这个七国集团的外长会议是为七国集团首脑峰会做准备，首脑峰会是6月份举行。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这场这个外长会议完成了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七国集团就成为美国推动
它对华的联合统一战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手上现在有一个4国集团啊，然后它要扩展什么呢？把韩国拉进去啊，他是希望韩国加入4国集团，然后把4国集团的这个合作扩展到台湾领域，那就变成了5+1啊。现在7国集团，他要把它变成一个和中国对抗的一个协调，建立一个对抗中国的协调机制。那么手上又多了一个7国集团，然后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北约。所以你可以看到，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个拜登政府的对华的这个统一战线的战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慢慢的正在成型当中啊，正在成型当中。所以我们说，昨天我们讲的这个题目啊，说这个伦敦正在上演一场针对中国的外交战啊，这就是结果啊。好，我们来讲讲5·4运动。今年5四前夕啊，人民日报在4月30号发表文章，题目是纪念5四运动102周年，那年的5四，那年的青年啊。他前面一段话我就引述一下，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看看中共对5四运动最新的叙述啊。那么他这么说啊，1919年震惊中外的5四运动在中国大地爆发，民族危难之际，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掀起了伟大的社会革命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经过5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5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5四精神。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当然是5四运动，第二个是爱国主义，第三个叫5四精神，然后就是一个中国共产党成立，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民族危亡啊。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这一段的叙述，你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中共把5四运动涂上了爱国主义的这个色彩啊。那么他把5四运动的精神，5四精神就是爱国主义，这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为什么？因为5四运动，所谓5四运动的最核心的内容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他反抗政府，它其实是一个反政府的运动啊。我们来重新讲一下。我们第一个，我们看看5四运动的事实到底是什么啊？5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非常重要的学生运动，它首先是一场学生运动啊。事实是什么？事实是1919年5月4号，北京的学生游行示威啊，抗议巴黎和会上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啊，然后敦促当时的民国政府啊不能签约，要求惩处谈判的这个官员。到最后，这场运动发展到最后变成了火烧赵家楼，痛打张宗祥啊。5四运动的这个抗议行动啊，引发了全国性的示威游行、抗议、罢工、罢课等等啊，包括工商界参与的这个6·3运动。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是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被罢免啊，就是3名主要的官员，就是跟这个巴黎和谈有关的这个官员啊。然后最后，中国代表在6月28号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就是说中国没有参加这个凡尔赛条约啊。那么5四运动作为一个学生运动，那么它的影响和事件本身就是这样啊。那么中共对5四运动呢进行了全面的改建和装修啊。那么这个又刮腻子又刷漆，把这场学生运动改写，
它先是改写，然后延伸，然后放大变成了另外一个模样啊。那么它中共的叙事啊，我刚才念的是他今年的啊，其实中共的叙事是怎样？中共对五四运动的叙事是这样：是五四运动是先进青年因无法忍受北洋军阀腐败统治和社会黑暗，出于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热忱而发起的爱国学生运动。啊，你看前面加了很多的条件。然后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哎，他把延伸到中国人民啊，那也彻底的反帝国主义。反帝国主义，就是当然发巴黎合约可以理解成为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就不知道讲什么了。但是他就把它全部装修进去了。那么在中共的叙述当中啊，中共党史是把这个五四运动拔得非常高的。主要他说他的描述是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啊，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并以此运动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五四运动之前叫旧民主主义革命。什么叫旧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中华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什么？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新的民主主义革命。那么五四运动成为中共由成立到发展的一个叙事的背景。五四运动为什么会有光环？它跟中共成立有关系。五四运动变成了中共成立的一个背景啊，那么也成为它的一个前提条件啊。因此，在中共党史，五四运动是有神性，或者是它是有光环啊。那么这里面有两点，第一点，在中共党史当中，对不起，五四运动它的装修背景是什么？叫新文化运动。它把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之后呢，中共的成立就会有新文化运动的色彩。但是这里面有两点啊，就是说中共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联系起来的时候，其实有两点是不能够自洽的。第一点，五四运动是一个场学生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运动，或者叫一场思想运动。一个是政治运动，学生运动其实是有政治诉求，所以它是一场政治运动。新文化运动就是事件性的啊，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运动，它不是事件性，它是一个进程。就思想运动是个进程，它不说你这个时候讲一番话就是一个思想运动，不是这样，它是由无数个事件构成，它是一个进程，它两者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关系。新文化运动的任务是什么？新文化的运动的任务是启蒙，这个五四运动的任务是什么？五四运动的任务是抗争，两者是不同层次的行为。你把新文化运动把它联系起来，你说它是个背景，其实当时中国社会有很多很多的背景，你选择其中，说明什么？说明是有政治意图的啊。那他的政治意图是什么？他的政治意图就是要把五四运动重新包装拔高，让它具备什么政治价值，它才能够和中共的诞生联系起来。否则五四运动跟中共的诞生也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你联系不起来，它没有逻辑关系啊。所以它最重要的诉求是什么？所以他在装修五四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把新文化运动拉进来，其实目标是为什么？为了去给中共的诞生提供一个社会需求和社会背景。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所谓刚才我讲的中共叙述当中，北洋军阀腐败统治是个什么情况？有多腐败？被中共称为军阀的北洋政府是什么呢？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就是辛亥革命成立之后的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中华民国这个时候成立的中华民国，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在对这个共和国进行抹黑。为什么？这里面共产党是可以理解，国民党为什么？国民党因为孙中山不是这个大总统，孙中山没有当成那个大总统，所以他也在抹黑这个中华民国啊，这北京的中华民国，不是南京的中华民国啊。那么1912年到1913年，中国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国会议员的选举，然后中华民国的总统也是选举产生。虽然中间发生了曹锟的贿选事件，而且被写入教科书，你可以看出来，其实这个选举的程序是被社会尊崇，否则曹锟的贿选不会被大家唾骂，对不对？然后中华民国的宪法也体现了三权分立的这个原则，它是限制了政府的权利，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证。我们举一个例子，1917年那么一战期间，段祺瑞政府准备是要对德宣战，然后参加一战这个段祺瑞政府是有这个想法，国会反对，不能参战，我们不打仗。然后段祺瑞就向国会施加压力国会就针锋相对，改组内阁，那个不讨论这个参战的问题。最后呢，总统黎元洪根据国会的要求解除了段祺瑞的总理的职务，就没有参战段祺瑞的这个参战的这个计划受到挫败。你可以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当时的国会不是橡皮图章，比现在的人大强10000倍起到了监督政府、制约权力的作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时的状况是什么？言论自由，我们不说别的，再说言论自由。当时也有关这个报馆抓报人的事情，但是当时的舆论宽松，言论自由得到保证。辛亥革命之后到这个袁世凯称帝之前，当时的民间办报有500多份。历史学家统计1920年中国全国报刊有1000多份，全部都是民间办报全部都是民间办报，这是言论自由。第三，结社自由。中国大陆那是中国大陆历史上最自由的时期，从1912年2月到10月，在民政部这个备案的这个党和组织有85个，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少有的民主时期，讲的中国大陆然后经济，中共经常吹嘘说他这个推动了一个经济奇迹。从1912年到1920年，如果按照产值计算，那个时候中国平均增长率是16.5%，16.5%，按照净产值率计算是13.4%，高速增长。然后在民主和科学的两面大旗之下，各种思潮自由传播，各家学说百花争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然后中国近现代所有的文化大师都在这个时候涌现，到现在没有超门了。现在中国出现过什么文化大师吗？没有吧，零吧，是不是？所以这个时期就是中共一直在污蔑的北洋政府的黑暗时期。如果大家知道中国那个时候是这个样子，中共所谓的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是这个样子那么
中国还需要共产党吗？这是第一个啊。所以你把当时的情况和现在的中国比一比，这难以置信啊，难以置信。言论自由、结社、开放党禁啊，可以成立党，经济高速发展。那么，共产党的成立跟五四运动有关系吗？没有1毛钱的关系。中共是怎么成立的？我们讲讲中共到底是怎么成立的。1919年啊，我们还是从1919年开始讲啊。1919年5月4号不发生五四运动吗？3月份，在遥远的莫斯科发生了一件事情啊。那么列宁在莫斯科成立了共产国际啊，召开了共产国际的第1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也叫第3国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啊。那么共产国际组织法第2条规定，但凡属于共产党，它的名字应该叫某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一部。比如说中国就要叫中国共产党，比如说越南叫越南共产党。越南共产党也好，中国共产党也好，都是共产国际的一部啊。那么共产国际是什么？共产国际就是苏联对外扩张的指挥机关啊。那么对各国共产党有指挥权，各国共产党按照他的命令行事。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啊。到1920年7月，列宁主持召开了共产国际2大，这个时候就有中国人参加了啊，中国人参加了。中国人是华人的俄共党员，叫刘少洲和安恩学参加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列宁认为中国可以成立共产党，条件已经成熟了啊，然后就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2个人啊，一个叫尼科尔斯基，一个叫马林。马林你可以在这个中共党史里面看到这个名字啊。尼科尔斯基呢是生于1898年，是赤塔商学院的一个学生。他当时被派到中国，1921年派到中国的时候，他才23岁啊。那么马林是荷兰人啊，那么生于1883年，他去中国的时候38岁。他们2个人先到上海见谁呢？见了2个人，一个叫李达，一个李汉俊啊。然后去了北京，见到另外一个更有名的人，叫李大钊，还有另外一个人叫张国焘。所以张国焘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是很高的啊。然后跟他们都秘密会谈。叶永烈写了一本书，中国作家叶永烈是个神人，写过很多很独特的书啊。叶永烈在一本书，他写了一本书叫《中共之初》，讲中共建党，其实就讲中共建党。他在里面说这个陈独秀接到上海李汉俊不是见了这个谁嘛，尼科尔斯基嘛李汉俊来信啊，信中说第3国际就是共产国际派了2个代表来上海，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再派2个人来一起出席，还寄了200块钱来。然后呢，为了召开中共一大那么马林带来了巨额的活动经费，每位参加会议的代表150块大洋，现大洋，签到先发100，回去的时候再发50啊。那么陈独秀后来在狱中承认啊，就说中共一大的代表是13个人，他是因为自己有事情在广东去不了，没有参加。那么后来为什么他会变成总书记呢？是因为第3国际根据这个列宁的意见，就专门派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维金斯基。维金斯基在中共党史里面也有这个人，专门跑到这个中国来传达
说要陈独秀当这个总书记啊。为什么？因为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所以党的总书记呢要找一个有名望、号召力大的人，所以就找到了陈独秀啊。陈独秀是北大教授，这个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啊，所以他很有名，非常有名，所以就让他去当总书记。当时通过的这个中国共产党纲领，也是莫斯科一起交过来的啊。然后最早的是俄文跟英文的版本，后来再由中共翻译成中文。那么中共成立之后，就一直有代表在莫斯科，然后这个苏联也有代表在中共党内啊，所以呢，基本上呢，中共是按照苏共的指令行事啊。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的真相是什么？我们可以这里看到的真相就是五四运动，我们现在看到的五四运动是在中共党史这个语境当中被篡改了的历史，它跟中共没有1毛钱的关系，这跟中共成立没有1毛钱的关系。中共的成立就是一个原因，就是苏联要把革命传到中国去，就安排人跑到中国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它变成什么？变成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部。共产国际本身就是苏共用来对外扩张的一个指挥机构，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那么中共在五四运动下本前，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建立中共的叙事基础。那么当然就是包括中共建立的政治基础，为它的建立提供一个虚假的政治基础。有什么政治基础？他所谓的政治基础是什么？就是苏共要你成立，一人发150块钱现大洋，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五四运动的光环和它的真相，就是这样。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那么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那么我来看看啊，观点五四，凡是1949年以前的学生运动都是革命运动，凡是1949年以后的学生运动都是反革命运动。OK， 观点。爱国的4项基本准则：1. 洋人都欠我们；2. 我们都欠共产党；3. 家丑不可外扬；4. 老百姓别管政治。OK， 非常对啊，非常好，这总结了。观点：五四运动的两大旗帜是德先生、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可惜102年过去了，强国人民仍然处在愚昧之中。非常对啊。观点：北洋政府起码有气度。为了搞好北大，请一个与他敌对的政党的人蔡元培来做校长。现在 CCP 连最底层的人上网发牢骚，失业找不到工作都要删帖，岂止是删帖，抓去坐牢，两者差别一望而知。观点：五四运动的结果是外交官被撤职，中国代表拒绝签字，事实上让中国损失巨大。辛丑条约的赔款本来可以少很多，因为那个时候代表团争取了一份很好的合约，功亏一篑。带头闹事的招家楼的学生代表多年后当了汉奸，中共连太平天国这样的浩劫都歌颂，也难怪捧五四运动。情绪：五四运动我最喜欢当时的北大学生旗手傅斯年。傅先生学生时代积极参与学运，后来成为最激烈的自由主义者，对国共两党的批评刀刀见血，是真正的民国学者风骨之典范。 OK， 观点：我还记得有一年青年节在食堂吃饭，播放新闻联播习近平的五四青年节讲话，先介绍外国牛顿、波尔、海森堡这些人在青年时完成伟大创举，然后介绍中国青年刘胡兰10几岁牺牲，
雷锋20几岁牺牲，黄继光20几岁牺牲，当时笑喷，但回头想想，后背发凉，多么可怕的价值导向。好，请问我是美国居民啊，绿卡。前几天在5人的微信家庭群上说，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土匪，勾结日军打国军，还说了新疆教育营、香港问题和赵立坚说美军投毒等，最后还骂了中国腐败政府和习近平。微信隔天就被封了，我不在乎，但老婆说我回不了国了，回国有可能被抓。请问王老师有这么可怕吗？我觉得对中共呢有2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不要抱有幻想，就是你对他不要抱有幻想，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不要设定底线，他是没底线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就是有没有这么可怕？就是第一个，不要抱有幻想；第二个，你不要设定，不要用你的底线来考虑对方的底线啊，这就对中共的基本的态度啊。提问：王老师什么时候扒一扒列宁这个老流氓？找机会吧。就像我就希望我们的一些历史上的东西，我们按照现在这种模式来，带着新闻一起来讲，会比较有趣一点，好吗？提问请教王 Sir，您现在拥有这样的水平，你的大学、高中阶段受的教育起的作用大吗？有哪些地方有，或者是作用不大？我这样的水平啊，怎么说呢？大家记住，这就像什么？这就像你经常往家里搬砖啊，搬石头、搬砖，然后你去搭房子。其实你往家里搬砖的时候，你不知道这块砖会放在那房子里面的哪一个地方，你不知道的。你只知道呢，我尽量的看见有砖我就往家搬，看见有石头就往家搬，因为这都是有用的，以后会用得上。所以呢，你在砌房子的时候，你就随手拿一个，哎，这个不行，我再换一个，哎，最后才砌上去，最后房子给砌起来，就是这个道理啊。我们在我们的整个的学习阶段，我们不知道哪一样东西以后用得上，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根据自己的兴趣，根据自己的爱好，根据自己的关注，你去学你认为应该学的东西，你就使劲学就好了，你不用管以后用不用得上。就像我们往家里搬砖、搬石头一样。那么真正用得上的东西是什么？我告诉你，最后这个房子盖起来的时候，所有的砖和石头都用上，所以没有一样是会浪费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哪个阶段作用大不好说。你想一下，你的大学要不要吃高中的老本？要嘛，对不对？那你工作的时候要不要吃这个大学的老本？要嘛，对吧？那你工作的时候会不会吃高中的老本？也要啊，都得吃啊。所以其实它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每一个过程都非常有价值。你不能说，你不能说我们吃第2碗饭的时候，我第2碗饭的第8口吃饱了，但是第1碗饭你不吃你能饱吗？你说啊，我前面的饭我就不用吃了，这是不对的。你没有前面那碗饭，你后面这碗饭也吃不饱啊，你还得吃下面那碗饭。所以这个问题，就我觉得怎么说呢？每个阶段都有它的价值，都很重要。每个阶段，包括你的工作的时候，我当记者，我们每天都面对的新闻，新闻涉及不同的领域，新闻无学。什么叫新闻无学？就是新闻本身的学说并不复杂啊，所以我们学大学4年，我们大概是实习最多的专业。我们大学2年级实习1次，大学4年级实习1次，大学2年级实习半个学期，大学4年级实习整个一个学期。
所以我们实习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平时你想学什么新闻摄影，那你拿着相机出去拍呗，啊，新闻摄像，你拿着摄像机出去拍呗，啊，新闻写作写稿子呗，新闻标题那就改标题呗。所以我们新闻学的东西全部跟实践都有关系，啊，报纸编辑学很简单，拿一个版面直接来编版，就是报纸编辑学。你边做边学，告诉你这个规律、那个规律，这个要求、那个要求，你去做，边做边学。新闻是个这样的行业，所以新闻无学，但新闻又有学。有学在哪里？你天天面对的都是学问。你举个例子，我去采访一个经济学家厉以宁，厉以宁跟我讲一通啊，从货币供应到通货膨胀，从这个经济政策到这个投资理财，他讲一堆。我一看这写完之后，其中有20个词语不认识，完全不懂。我找他问，厉教授，你跟我讲讲这个。他说你不懂啊，不懂好吧，到我家去，我跟你慢慢聊。我就跑到他家去，我们聊一上午，他把这20个词跟我解释完，就是这样。这包括就像那个什么，吴金莲也是这样，那个时候都是北大教授，所以我们都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那后来怎么办？后来我们就出去之前，今天讲这个股权投资，赶紧在家里翻书。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那就翻书看啊，股权投资讲这个，赶紧去。我之前讲，我真的是现买现卖。我现在做节目也是一样，我大量的东西需要上网 Google 查到以后，我把它消化了，放进去，告诉大家。这就叫现买，我一点都不是谦虚，这是真的。那我们通过大量的这种实践，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第一次不记得，第二次再查，第二次就记得，第三次我就查了，查到了，然后放到里面，我告诉大家的时候，强化了一下，我下次我也记得。所以你慢慢的你会一些积累，只不过有一点变化非常大。就是现代人类出现了互联网之后，人类知识储备的空间或者知识储备的模式跟以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以前你看书，大量的书，你通过看书来积累，把你的书放在那里做卡片，做卡片的目的是把你的知识分门别类放在那里，然后你能查找到这些东西。没有人记得，没有人能够记忆那么多的内容，那就是这种储藏方式，现在全在互联网里头就好了。所以我们要随着时代的变化，改善我们的学习，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然后在实践中运用，这是最有价值的地方啊，好吧？观点，我曾经拥有一套民国杂志汇编丛书，里面可谓百家争鸣，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非常向往。另外，我在国内是文科生，如果想升学，必须在历史和政治这样的科目上使用他们的观点和结论，甚至必须使用他们的语言。悲哀的是，我发现这一点是通过一次随堂小考的作弊。之前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二之后政治单科却是倒数第几名。直到那次唯一一次作弊，我取得高分才明白，标准答案不允许你使用自己的语言。后来我就找到了考高分的奥秘。OK， 对呀，你不能用自己的话来讲啊。为什么？因为用他的叙述才能够对你的思维进行矫正啊。观点越了解中共和苏共的历史，感觉共产主义思潮就是一种极端宗教主义。共产党的教义是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消灭资本主义法权。我还可以说，农业革命是万恶之源的，没有农业革命就没有劳动分工，就没有剥削。所以共产主义思潮抓住了人的弱点，它存在需要人民积贫居弱，思想死板，这样它才能有生存的空间。中共作为一个境外势力，彻底扭转了中共的启蒙思潮，
开启了以俄为师的黑暗时代。观点：5·4和6·4都是学生运动，中共给5·4涂脂抹粉，却把6·4彻底抹杀啊！因为5·4是反北洋政府，而6·4反的是中共政府。中国力挺5·4，可见彻底堵死了人民自由集会游行的权利，可见还不如当时的北洋政府。观点：5月3号到11号，加拿大开始了5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统计局在写给调查的民众信中写道：人口信息非常重要，它将用来帮助政府安排针对就业、教育、公共运输以及医疗等服务。很难想象这么重要的数据如果不真实、不准确，会对资源造成多么大的浪费，更谈不上为人民服务。非常正确。提问：王老师好，希望你关注分析一下西安房价走势，已经连续涨价60多个月。家里本想置换一套大一点的房子，但现在的房价简直涨得离谱，一直也不敢下决心。毕竟要花掉一家子的积蓄，一边是政府调控，预期，一边是社会普遍看涨，信息非常混乱，非常想听听老师高见，谢谢。如果海外有网友也帮忙转达给王老师。西安房价，我在3-4个月前，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分析啊。那么，当然主要的点火是因为西安的人口，人口把西安就是那次的人才政策，把西安的人口一口气2个月搞了30万啊。那个时候开始，西安房价开始涨。那么我现在不知道它涨了60个月啊，这是我现在才知道。我一般来说我不会具体的就某个城市的房价进行评论，因为我没有单独的去看它，所以我非常的抱歉，我不能给你建议啊，我也不能够做投资建议，因为这需要牌照。但是我给你提个醒，提个什么醒？就是你看一下西安的这个产业有没有那么厉害？什么意思？你想一下，西安本身现在有多少产业能够支撑它的人口持续上升？西安的房价上涨，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问题是人口流入啊。那么我印象中是18年到19年，18年吧，是18年啊，我不记得了。西安的这个人口政策一口气啊，2个月就30万，这个印象很深。那么问题是，这些人跑到西安去能找到工作吗？有饭吃吗？西安有没有这么多产业支持这么多的人口？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本。如果西安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样的产业基础，房价这么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会掉下来。所以这是观察西安房价未来走势的一个基本的观测点，这是第一个。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你看看西安的这个，就是你身边的人有几套房，如果有2套以上的房，那你要考虑一下，就是这个问题。就说你看看你身边的人，他们大家都有几套房，如果只有1套房，你可以考虑一下。如果都有2套房，大部分人都有2套房，或者甚至2套以上的房，那你要小心一点，好吧？我不能够评价西安的房价，抱歉啊。情绪中学时喜欢读文学，看诗歌的时候想知道89年发生了，搜不到答案，也找不到人解释，一直到28岁翻墙才明白。有时候想想，早10年明白一些真相该多好。提问打卡3分，很担心传统的新闻自由和独立性，在美国也受到冲击，数字化在让媒体更容易被控制，观众支持减少，只会让媒体越来越依赖金主。共产国际是否在荼毒美国？美国可是灯塔，金主。
任何担心新闻自由和独立性都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只有在担心它，我们才会爱护它和保护它，所以我同意这一点。但是你说的美国正在受到冲击，请你说出具体的内容好吗？我不知道你问的是什么问题，你提问这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观众支持在减少，反正我们这个节目的订阅是在上升的，所以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你能再问一下吗？好吗？情绪前段时间疯狂的宣传中欧投资协定，现在泡汤了，屁也没放，虚伪的某党啊，谢谢。情绪，谢谢王老师给我上了一堂正确的历史课。OK，明谢老老王，谢谢。请假归队，向老师问好。每次听课都是温故知新，还有新启发。OK，谢谢老老王。Renee Mac，谢谢。Casper Lin，谢谢。Mr. X Error，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